班差往回赶，让他订票回公司。他把终点和目的地票买反了，同事们坐了一天火车又回原点了。那我平时买票都是买从公司出发的，忘了自己在外地了，买反了。谁他妈坐车从终点坐呀？我们公司还有事儿呢，办明白他别来了。那买反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也不能让司机掉头啊。把买票这么烧脑的任务交给我，他们就没责任吗？一下车我们还搁这纳闷呢，怎么这么像？他说高铁站都长一个样，终点和起点都在一个地方，那可不一样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做反的？上车就发现了。我问列车员几点到，他说你们已经到了，那还再次欢迎了我们。那怎么告诉同事？我暗示他们了，我一直给他们单曲循环反正的钟和忘记时间。忘记时间啊，一直倒退到原点，倔强坚持对抗时间。没时间了，公司有客户还都等一天了。客户问我们到哪了，我们都没敢接。客户给我拉黑了。既来之则安之呗，就当是团建了。谁他妈跟你在铁轨上团建呢？同事们晚上困了睡哪？睡卧轨啊？同事们看起来确实挺辛苦的。老板电话，你自己跟他接上。喂，老板。你们买到票了吗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票买到了。那坏消息呢？票买到了。老板给他爸祝寿，安排小涛去发请柬，结果寿宴当天收到请柬的人都到齐了，就老板他爸没来，给老板他爸落下。请柬不够了，当时老板就给了我那么多，也没特意告诉我给他爸留一张啊。再说我寻思这事老板能告诉他爸一声呢。老板给你多少张请柬？31张，我还纳闷呢，公司一共30个人都发完了，这怎么还剩一张？我顺手就给保洁阿姨了。老板想的就是周到。那给老板的爸祝寿，谁是主角他不知道吗？那保洁阿姨都收到请柬了，那唯独就给他爸落下了，你这不孤立他爸吗？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在哪儿过不是过呀？席吃一半了才发现主角没来。那老板没跟你生气吗？光顾着在会场找他爸了，没空搭理我。我后来告诉老板说，你别找了，你爸没来。那老头新衣服都穿好了，在自己家炕头坐了一天，饭都没吃上，老凄凉了。后来还是我们老板又亲自给接过来的。那主角不都是最后一个才登场的吗？那还是我老板亲自去接的，你显得我老板多孝顺呀。那老板他爸来了吗？来了，就是来的不是时候。那席都吃完了，桌子都撤了才来的。窗根我咋整啊？老板还在不搭理我。你先别你咋整了，你先想想老板他爸咋整。那老板精心准备的寿宴让你整的一点亮点都没有。哎，那肘子还行。你把这个送给老板的爸，看看他能不能原谅你。那行，窗根，你等我好消息。你来干嘛？老板，我来给你赔个礼道个歉。我特意给咱爸准备了山楂树下，祝咱爸长命百岁。我爸今年99了。我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，让同事知道了，他们非得让我分了。他谈恋爱了，我们也高兴啊，还给他出谋划策呢。那老板红包都包好了，后来才知道那女的是对手公司的财务兼人事。我们两家公司斗了10好几年了，他这不引狼入室吗？那我不知道他是对面公司的呀。不过他应该不能干坏事，我俩感情可好了，都约会好几次了。他晚上约会带人家来我们公司观光，那女的拿手机对着我们客户资料哐哐一顿拍，临走还给公司账本打了个复印件带回去了，这不给我们老板气得3天没睡觉了。那他就没发现哪里不对劲吗？发现了，他发现那女的拍客户资料的时候忘拍客户地址了，他给拍了，给那女的发过去了。你怎么想到带他来公司约会的呢？那出去约会不得花钱吗？那公司又没人，适合我俩独处。再说他也是会计，说想学学我们做账，那我能不让吗？这女的之前我听说过，道上都叫她末路狂花，对面公司情报科的，我们公司这点秘密全泄露出去了，对公司的影响不小吧？啊，那客户联系方式全让对面公司撬走了，我们现在都闲出屁来了，啥活也没有，就因为他谈了个特务。这事儿也不能赖我，是李闯让我表白的。公司的重要信息泄露了，作为老板你怎么办？损失挽回不了，但是仇一定要报。我已经在网上联系了职业杀手。老板，我不允许你对他不利。目标就是你。等他也行。那公司出来爬山，他非要开那大巴车拉我们。我说了，你技术不行，你别开。结果他开半道把我痔疮颠破了，给我形象弄得可丑陋了。老板让我开的啊，那全公司就我自己有 A1 驾照，那大巴车我来开不合情合理吗？再说他体质跟人不一样，赖我干啥呀？他什么技术他心里没数吗？他开那么快，你给我颠的在车里换了好几个座。那你就没让他慢点吗？我说了，我说窗根慢点，越喊开得越快。他咋那么难伺候呢？再说我哪知道他痔疮要爆了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还能开那么快吗？你就没跟他说明你的身体状况吗？没说。这么多同事，我不好意思说，但我也暗示过他了。他搁车后面喊让我慢点，说他嘴里的泡要破了。你这算啥暗示啊？
再说我凭什么天天惦记他那痔疮？咋的？我心头肉啊！再说他那玩意儿破了也不是1次2次了，整不好就是自己上厕所没处理好，没擦干净，这给擦破的。那保护屁股这方面我能没有经验吗？再说我们给他放这不也是想让他好好养伤吗？他那么大破绽也不方便登山了，你这看看大海多好啊！特意给他挑的海边，走的时候再接他呗。那这边人也多呀，那路人上下山全在那观光我，有的还掀开被子看。你搁这练啥功呢？练定力。反正你告诉他们，你就不用来接我了。我现在看透他们了，道歉我也不接受。真生气了？心眼能这么小吗？闯哥，你们还是快点来吧，这海边上丑了，这过来我就就一下吧。坐好。公司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？同事呢？他们今天来不了了。昨天出完差，我们坐大巴往回赶，他趁人司机下车上厕所的功夫，偷摸跑人主驾上去了，一脚油门连车带同事全送沟里去了。同事们家没回去，先去医院了。那我明天驾照考科3了，我看周围没车，就寻思借这个机会练练手，就是没想到上车以后就紧张了，就手有点抖。同事不怪你吗？现在是不能，等醒过来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应该不会，大家都是好同事。还同事呢？他这一下差点给我们都同事了。再说谁家考 C1 驾照呢？拿大巴车练手啊？给我们司机师傅都吓辞职了。我当时跟舒根底下方便呢，一转头看那大巴车转着圈开始汽车人变形了，给我吓得全刺脚上了。同事都受伤了，你怎么没事？我眼疾手快，从窗户跳出去了。你身手还挺矫健。你熟能生巧嘛。我在驾校练科3的时候经常这么干，一起练车的朋友都叫我汽车人。不过这事也不全怪我，我上车以后看他们也没反应，以为默认了，他们也没阻止我。我们当时都戴耳机听歌呢，也没注意到他篡位了。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拿同事的安全练手。喂，都醒了，谢谢你医生。你干嘛去？我接同事出院。还行，医生说是皮外伤，包扎就能出院了。我今天到时候。闯哥，我开车接同事的时候，方向盘打反了，一个漂移，同事给撞了。他们刚出院又抬回去了，你快过来帮我呗。我跟公司同事们来出差，昨天晚上一块住的酒店，结果他们早上走的时候没叫我，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。我们叫了，他睡得跟死猪似的，等他那不耽误我们行程了吗？再说他就自己回来呗，他那么大人了。那他们都是把账结了呀，他们住完酒店钱都没付就走了，500多一间。现在保安把我拦下不让我走了，非让我结账。500一间也不是很贵，有多少同事入住了？10来多个呢，那卡都给我刷爆了，这都还不够，我以后还怎么生活？走的匆忙，我们确实忘了。再说我记得我们走的时候，老板还在那儿呢。我寻思他能结账呢，他人早都没影了。为了躲我，他正门都没走。早上保安一查监控，说有人从厕所窗户翻出去了。我一猜就是他。我一查这账单，数他花的最多。反正我钱都交上去了，还不够。人不让我走了，你快告诉他们，赶紧带着钱来赎我。你可别听他苦穷了。前两天我看他刚买的新手机，那把旧手机挂网上卖呢，他能没钱？就是因为买了新手机，所以才没钱呀。那旧手机哪有那么容易卖出去？一个个给的价格又低，还特别磨叽啊！手机都给我回收了，钱都给酒店了，这回去路费都没了。这下他们满意了。你先别着急，刚刚联系到你老板，说他和这家酒店很熟，让你遇到困难就把这家酒店报你老板。不早说。你是张老板的朋友啊？你还是老板人脉广呀？你来的正好，你们老板早晨上厕所把我马桶踩碎了，一个3000，现金还是刷卡？刷厕所行吗？昨晚他搁公司加班，走的时候没锁门。早上一来，我们一看公司被偷的旧上班花了。我加班太忙了，锁门的事我给忘了，也没寻思能有人来偷东西。再说我加班也是为了公司业绩着想，还着想呢？他昨天刚跟老板宣誓要做销冠，今天加班2个小时，让公司损失了20多万，他这不逼着公司早点散吗？他是经常加班吗？那平时就内卷我们，天天加班，最后一个走，还发朋友圈，就生怕老板不知道他加班了。这家好，遭报应了。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。我感觉特别对不起老板跟同事。你也不是故意的，不要太自责了。小偷是怎么进来的？我领进来的。我下班的时候跟他碰了个照面。他说他来面试的。我看他挺面善，我还给他指了个路。人本来不是奔着我们公司去的，他给指我们公司去了。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再说他走的时候都快凌晨了，谁家公司凌晨面试啊？盐阳店吗？那我也没想那么多呀。他面试完了，我俩还在楼下聊了一会儿，挺投缘的。他还送了我一台笔记本，说谢谢我给他指路。我就说这笔记本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原来他是小偷。现在拜他所赐，我们方案都整没了。现在写方案都得搞手写。下班时候还好好的，早上一来笔记本真变笔记本了，这他妈怎么办？你来干啥？我来看看。对了，小涛，老板让你去一趟。老板，你找我？我在算公司的损失，还有同事的误工费，直接从你工资里扣。才3位数，您谢谢老板。单位10万。别呀，老板。公司组织来景点旅游，我们在园区拍照呢。他跑人树根底下上大号，让保安抓住了，把我们赶出来了，不让我们进去了。我们搁这块儿要晒爆皮了。那人有3级啊，这附近也没个厕所，我这都人之常情啊。你再说了，那花花草草的不需要肥料吗？我们知道他干这事，我们肯定拦着他呀。我们当时在那玩游戏呢，
他跟我们说我上大号带你们，我们也没搭理他，他就走了。那也没寻思他真上大号去了。你这么做确实不对，也不怪保安把你赶出去。那他也不对呀，你保安发现了就制止一下子就行了呗。他搁老远就拿着个喇叭在那喊，那我还在那蹲着呢，那全公司都朝我这边看。我平时在公司形象挺绅士的，那我这以后还怎么见人？那我也不想啊，我在这看监控呢，他上来就表演节目，我们这儿闭路电视都放出去了，你说我不阻止他像话吗？人保安说了，他东张西望挑了半天地方，最后挑了个摄像头底下的绝佳位置。他连累我们站一上午，给我们都晒爆皮了。我们刚才工作人员已经联系过了，景点可以让你们进去了，但是不能有下次了。你别看我了，我真没了。走吧。你闯杆，你冰川露给我用一下呗，我蹲半天了，你脸也起皮了。这真事儿，拿着擦去，这，走吧。别闯杆，你别往那边走。干啥？你踩着了。那公司同事组织来 KTV 唱歌，那我说了我不来，他们非让我来。你得给我唱一半，我上个厕所的功夫，回来一看，他们全没了，就剩个服务员站那等我结账了。他拿着麦克风进的厕所，全公司坐那听着，搁那稀里扑通的。那在场那么多女同事都现场听着呢，多尴尬呀！我们就赶紧走了。那结账也确实是忘了呀。那我就说平时有活动都不叫我，那这次怎么这么好心的劝着我来？原来是让我结账来了，有他们这么当同事的吗？他这不误会我们了吗？平时有活动是，我们总忘叫他。那这次不行，大家一起出来聚一聚，好好聊一聊，那把心结打开嘛。心结没打开，钱包给我打开了，我那钱包遭老对了，我那点钱全整出去了。同事们这次消费的还挺多是吗？这一顿消费给我 KTV 会员直接冲到 V9了，我这个月工资全垫上都不够，我后半个月怎么生活？吃 KTV 果盘吗？那不行就 AA 呗，你这激动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心眼这么小呢？不行 ，A 什么 A？那 AA 我多吃亏呀！我今天嗓子不舒服，我都没怎么唱，我1分钱都不拿。你可别听他瞎说，苏大嗓门最大，他不想掏钱就直说呗。反正我钱没带够，让保安扣下了。你告诉他们，给我带着钱来赎我。你这咋整啊？那我们知道他去，我们也没带钱呢。老板不是还在这儿？哎，对，你告诉他，你说老板搁那个对面包房跟客户唱歌呢，你让他找老板，你让老板帮他。哎，小涛，正好客户刚走，你来陪我唱来。老板看见你我就放心了。这事儿他真不赖我们。干啥？闯哥，老板说他上厕所，然后他也走了。服务员又来找我结账了，那保安都把我围起来了，你们快来救我！你怎么还能上2回当呢？